满油满电极限续航挑战，一把油干它！整条高速都是我们俩的，也是我们目前做的极限续航测试里面时间应该是最长的一期。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跑不完，根本跑不完。我油喝完了，槟榔也嚼完了，快不怕我人要完了。前一段时间呢，我做了风云 A8 的抢先试驾，然后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热度还挺高的。然后很多小伙伴呢想要知道这台车的续航到底有多长，所以今天呢，我决定和大汤来玩点不一样，满油满电极限续航挑战。我们这一次的极限续航测试路线呢，就是从芜湖出发，然后一路向南，直接到深圳，然后全程我刚导航了看一下，大概是1300多公里，快接近1400公里了。这么长？对，跑不到怎么办？跑不到的话就叫救援呗，实在不行咱推给推到。反正我们的宗旨就是开到 power， 行不行？行。OK， 然后出发之前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已经是满油满电的状态，它的油箱和充电的都贴了封条。我看一下这台车现在满油的状态，里程是1286公里。那刚刚放了一会儿电量它的 WLTC 的续航纯电是106公里，现在只剩104公里。哎，这样加起来的话，有希望。OK， 然后我们全程呢就是开到经济模式，动能回收高。然后我们待会儿这一节呢，先用纯电在省道跑一节，把它的纯电给跑完。我们看一看，就是接近大家日常的城市道路的用车状态下，这台车的纯电续航能够跑多少。然后接下来全部都是亏电去跑高速了。OK， 咱们就准备出发，走你。这一节呢，我们一直跑的是205省道，对，然后再加一些城市路段，因为我们毕竟先测它的纯电续航嘛，还是更符合大家日常的用车习惯，在城市里面开啊，这样的话就是能更真实的看看纯电情况下这台车到底能够跑多远。整体的速度差不多就是50左右到60之间去行驶，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跑了55.4公里，然后剩余电量还有55%。那这样来看的话，目前跑的还挺实在的。对，我觉得它这个电量挺实的。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百公里电耗，哇，多少？100公里电耗是10.8。对，给大家看一下10.8，这么大一台车跑到10.8的电耗，这个速度在这个程序里面也不算低的了呀。对，所以说实话，奇瑞还是挺实在的。因为走205国道嘛，刚刚这一路有很多那个修路的，你感觉底盘怎么样？这个车的底盘不是我说，真的格局感很强，而且很有厚重感，有那种厚重感。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底盘下面还是有电池压着的，然后整个车身的那种厚重感，底盘的厚重感就出来了。好，刚刚已经切换到 HEV 了，看见没有？还剩余25%的电量。来看一下，25%的电量切入 HEV， 然后我们看一下小计里程，小计里程是105.9公里，哇，这个和它的 WLTC 续航106公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呀。OK， 然后看能耗清单有没有清晰？平均油耗，现在油耗是没有的，然后全部电耗9.9，我这个电我竟然做了9.9，离谱啊！奇瑞是有点离谱啊。另外就是想说，就是通过它的实实在在的纯电续航，也能够看得出来，奇瑞它的电机包括它的电控这一块对能耗的管理还是非常棒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接着跑。现在我们就是全程跑高速了，接下来差不多1200多公里吧，全程高速。其实这个极限续航测试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对吧？尤其对于混动车来说，最致命的就是跑高速，然后尤其是在天冷的情况下。然后另外我们2个成年人，影音系统就全部开放了。那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毕竟做极限续航测试嘛，咱们的空调就适时开放，就是需要的时候就开。然后比如像现在太阳出来挺大的时候，咱们就不开。
就是这样的。然后这台车官方标的它的亏电油耗可以做到100公里4.2，其实官方这标挺低的，你觉得能跑到吗？我觉得你要真的能跑到官方标的，跟它差不多就已经很厉害了。不过我觉得按照奇瑞的调调，它一般都喜欢反向去标，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会比官方标的还要低。这车的动力怎么样？动力还可以，正儿八经动力可以。我没体验过，刚好前面有个车，你操一下试一下，踩脚油，带我体验一下，好吧？说实在，咱们这做极限续航是不合适吧？你反正是在高速上是亏电嘛，我试一下，来。行，然后我们看一下高速的后段超车表现怎么样？来，准备3、2、1，地板油，干它！哦，还可以啊，可以。哇，你别说，就是它电机爆发跟发动机同时介入的时候，很猛，还有一股劲儿。对，那个体感很强，有一股劲儿。哇，这个可以。好，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咱们时速100，我们直接跑到100，大家再看一下来啊。来，3、2、1，地板油走。110，我的120，这还是在经济模式下面，好快哦，确实挺快的吧？就是一般的像这种混动车的话，其实它的后段超车能力相对弱一些，但这个车不一样，它是真的快。如果是运动模式的话，会更快一些，因为这个车我上一次做那个测试的时候，大概是78%的电量，我随便踩了一脚，然后它的内摆加速是7.09秒。就如果这个电量好一点，然后温度适宜一点的话，这个车我觉得跑6秒多完全没问题。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不顾一切走在路上，就是为了来到你的身旁。梦想在我的前方。我今天晚上有点难受啊！完了，铁定是完了。今天碰上元旦放假大堵车，堵了2个多小时，开到现在开了400多公里，400多公里。然后看一下现在车流量还非常大，车流量很大，然后现在时速大概也就80-90的时速跑吧。速度提不上来，我们大概堵车堵了有2个多小时，然后即便不堵车也是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状态。OK， 然后给大家看看数据，看一下。现在是高速的亏电油耗100公里3.5升，这个油耗还是挺低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跑了多少公里，437公里。OK，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还需要跑多久？还要跑16个小时27分钟，明天11点多。也就是说，我们2个今天就是连夜不睡觉的情况下，我们得跑到明天11点多。不睡觉加上前面不堵车的情况下，我们要开到明天中午11点多。哇，那我怎么办？今天晚上就不睡了，轮流开。好呗，那你怎么办？一桩难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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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桩难放开。几点来看是吧？来给大家看一下，凌晨2点22，然后我们已经跑了977公里了。现在就是这整条高速都是我们俩的，说实话有点扛不住了。红牛加槟榔都扛不住，都要叫前面服务区换人，真的是。然后这应该也是我们目前做的极限续航测试里面时间应该是最长的一期。然后我们是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左右出发吧，到现在已经跑了16个小时吧。不仅是在挑战车的极限，这是在挑战我们的生理极限。1天1夜之后，咱俩终于是到深圳了。然后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一次的1400公里的极限续航挑战成功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计程，1410公里，
但是对我们俩来讲呢，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这是什么？跑不完，根本跑不完。我的天，到现在已经跑了22个小时了，它现在居然还有110的续航，然后电量还有26%。我的天，人要麻了。他再不趴窝，我们俩就真的扛不住了，真的扛不住了。红牛喝完了，槟榔也嚼完了，再不趴窝人要完了。下高速了。最终历经艰难的连续28个小时的极限测试，风云 A8 终于要趴窝了。终于要结束了。现在发动机没有油了，它不介入了，然后电池电量也在下降。我们现在要赶紧去加油了。最终抵达加油站，你们猜跑了多少公里？满油满电，它居然行驶了1607.2公里，而且表显还剩余续航有11公里，电池电量了19%。为了保证加油量客观准确，加油前呢特意将油箱的燃油蒸汽给舀出来，并且采用3次跳枪的方式加满油，最终加油量为56.59升，比表显的58.6升呢还要少一些。那通过实际加油量除以实际的行驶里程，得到综合油耗为3.52升每100公里。通过3次跳枪的方法，这台车我们最终实际加油量的是56.59升。但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屏幕表显的燃油消耗量是58.6升，会更多一些。那当然了，我们肯定根据实际的加油量、实际的行驶里程来算出它的综合工况下的油耗是3.52升。怎么样？你们觉得这个油耗表现到底有没有惊喜呢？通过我们这2天的测试，能够看出来，风云 A8 它这套 CDM 混动系统确实做的还是挺牛的，对吧？尤其是第5代的混动发动机，性能不错，而且能够做到高效能，比较节油。那在这个价位里面，这台车空间比较大，开起来坐起来比较舒服，再加上它的燃油经济性和它的高性能，那我觉得产品力真的是挺强的。如果在这个价位你想要买台混动车的话，可以去店里面好好体验一下。